现在我们开始学习简化太极拳，全套24个动作，分作8组，打一套大概需要5-6分钟的时间。我先把全套动作给大家列一遍。
下面我们开始分组学习。首先学习第一组、第二组6个动作。这6个动作的名称是：一、起势；二、左右野马分鬃；三、白鹤亮翅；四、左右搂膝奥步；五、手挥琵琶；六、左右倒卷弓。请看我把这6个动作做一遍。预备，一、起势；二、左右野马分鬃；三、白鹤亮翅；四、左右搂膝奥步；五、手挥琵琶；六、左右倒卷弓；再看我把这2组动作慢做一遍。预备的姿势，身体自然，并立，起势，一、左脚分开；二、两背平举；三、屈腿蹲坐，好像端正地坐在椅子上，两手按在前面的桌子上。左野马分鬃，一、抱掌收脚；二、转身上步；三、弓步分手。前手与头同高，手心斜向上，后手按在体侧。右野马分鬃，一、转身撇脚；二、抱掌收脚；三、转体上步；四、弓步分手。左野马分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白鹤亮翅，一、抱掌根部；二、坐腿转身分手；三、虚步分掌，左右搂膝奥步；一、
2，转体摆掌收脚。3，屈臂上步。4，搂手推掌。右搂起腰部。1，转体撇脚。2，摆臂收脚。3，转体上臂。4，弓步搂推掌。左搂膝腰部。1、2、3、4。掌推出去以后，与鼻子对齐，推在中线上，指尖高不过眉，手挥琵琶。1，根部。2，后坐。3，合抱。左右倒卷弓。1、2、3。左倒卷弓。1，侧手翻掌。2，卷弓退步。3，虚步推掌。右倒卷弓。1，侧手翻掌。2，卷弓退步。3，虚步推掌。左倒卷弓。1、2、3。这2组动作，步行主要是弓步，虚步，虚步，虚步。做弓步的时候，前脚脚尖向前，屈腿前弓，膝盖大体与脚尖上下相垂，后腿自然蹬直，脚尖斜向前，身体要端正自然。所以第一个弓步要注意蹬腿的同时，脚跟随着向外蹬转，脚跟也微微蹬转，最后保持正确的位置和方向。弓步还要注意一点，两脚之间有一点宽度，这样可以保持重心的稳定。你看，两脚之间实际上是左右有一定的宽度的。如果两脚在一条直线上，身体就会紧张不稳；如果左右交叉，身体就更会歪扭。所以弓步的时候，请留有一定的宽度，以利重心的姿势的稳定。第二要注意，身体要保持端正自然。
有的初学者开始的时候还能端正地坐下来，稍稍一动作，左歪右斜，前俯后仰，出现这些错误，在开始的时候难以避免，但是要引起注意，逐步纠正。在做虚步的时候，一条腿支撑，前脚要虚点地面，或者是脚跟虚点地面，重心要分清虚实，后腿屈腿半蹲，支撑大部分体重。只有屈腿落胯，上体才能保持中正。如果后腿不放松不弯曲，身体就会紧张，身体也会前倾。所以虚步请你分清虚实，屈腿落胯，保持上体的端正。白鹤亮翅，放松的、自然的、端正的坐在自己的后腿上，臀部要向下垂溜，不要外凸，腿不要僵直。第四，请注意手的动作，既要轻柔，又要舒展饱满。抱球、分掌，在柔缓均匀用力的前提下，两手保持一定的张力，姿势要舒展饱满。太紧张不好，太松软这样也不好。太极拳的手法要求轻灵舒展，柔中寓刚。这两组动作还有一个特点，它们的步法都是由上步、根部、退步组成。起势以后向左转，一直向前进，然后从前向后退。做这两组动作步法的时候，要注意要做的轻灵平稳。前进的时候，脚尖轻轻地转动，再轻轻地把后脚提起来，轻松柔和的前落，移动重心弓腿。根部的时候也是，脚跟先轻轻提起，脚尖轻落，移动重心，前脚轻轻落地。退步也是点起点落，移动重心，
初学者常常在步法移动当中沉重、生硬、重心摇晃，比如前进的时候，提腿的时候蹬地突然用力，踢脚的时候摇晃不稳。这需要在不断的练习当中增加腿的力量，掌握步法的技巧。开始练习的时候，如果初学者可以踢脚以后轻轻的脚尖点地，做一个小量的支撑，增加稳定性，然后再迈出去。随着力量的增强和技术的熟练，慢慢的踢腿以后，不要点地，连贯的向前进。下面我再把这两组动作连贯做一遍。起势，野马分鬃，白鹤亮翅，楼西奥步，手挥琵琶，倒卷弓，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组、第四组的动作，一共有5个动作：7左拦雀尾，8右拦雀尾，9单边，10云手，11单边。请看我做一遍。左拦雀尾，右拦雀尾，单边，云手，单边，
面我把动作慢做一次。左蓝雀尾，一，分开两手；二，抱掌收脚；三，上步；四，捧手；五，微转身体，两背向前挥摆；六，后坐，转体后捋；七，搭手；八，弓步前挤；九，后坐引手；十，弓步前按。右蓝雀尾，一，转身分手；二，抱掌收脚；三，转身上步；四，弓步捧手；五，挥臂；六，后捋；七，搭手；八，前挤；九，后引；十，前按。单边，一，转体扣脚运臂；二，勾手收脚；三，转体上步；四，弓步前按。方向略略偏向左前方。云手，一，转体扣脚，勾手松开；二，左云并步；三，右云开步；四，左云并步；五，六，单边，一，转体勾手；二，转体上步；三，弓步推掌。下面我再提示一下这两组动作的要点。第一，要把手法做清楚。比如蓝雀尾，它是由捧、捋、挤、按4个手法组成，所以动作呢要做得正确清楚。云手是一种向左右云波的动作，所以也要两手在体前画圆，向左右翻转，外拨外撑。步法步行也是如此，云手是侧行步，向左移动，移动以后的步行是小开步，两脚不要并拢，也不要成八字脚。第二，在这两组动作中有2次转身的动作。第一次是左蓝雀尾变右蓝雀尾，转身的时候要注意脚的捻转，
第二次转身向左转，也是右脚脚尖先内扣，然后左脚脚掌为轴扭转。同时还要注意，在转身的时候，重心移动要清楚。重心后移，后腿弯曲，然后重心向左移，左腿弯曲，轻轻把腿提起来，完成转身。第二个转身也是重心向后移，屈腿落胯扣脚，重心右移，屈右腿捻转，坐端正，重心放稳，轻轻把脚提起来。有的人初学的时候忽视了转身的要领，脚步捻转，后腿不弯曲，只是转腰摆手。移重心的时候，身体站立，脚步弯曲，身体就要歪扭，破坏了立身的中正。第三，请大家在做动作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太极拳上下相随、周身相合的要领。这无非是讲手、腿、腰三者的协调配合。上下相合是指的手和脚要协调一致，比如前蓬弓腿蓬臂，后捋坐腿，前挤前按，先向后坐腿收手再推按，手腿一定要配合，同时到终点，不要腿快手慢，也不要手快腿慢，周身相合，重点是讲腰和手脚的配合。太极拳有腰是主宰的说法，腰的旋转对于周身的协调完整起着关键作用。比如云手，要用转腰来带动手的云转。如果是只有手的云转，腰没有旋转，动作就显得支离破碎。下面请看我再把这两组动作连贯做一次。左拦雀尾，右拦雀尾，单边，云手，单边，
下面学习第5组、第6组，一共是6个动作，名称是12高探马、13右蹬脚、14双风贯耳、15转身左蹬脚、16左下式独立、17右下式独立。下面请看我练一遍。高探马，右蹬脚，双风贯耳，转身左蹬脚，左下式独立，右下式独立，再看我把动作分解做一下。高探马：1后脚跟步，2后坐翻掌，3虚步推掌。右蹬脚：1穿掌收脚，2上步，3分肘，4抱掌收脚，5提腿，6前蹬腿。双风贯耳：1收脚并手，2落步，3弓步贯拳。转身左蹬脚：1转身分掌，2抱手收脚，3提腿，4蹬脚，左下式独立，1落脚摆手，2屈蹲伸腿铲步，3扑步穿掌，4捻脚弓腿，5独立调掌，右下式独立，1落脚转体勾手，2屈蹲铲步，3扑步穿掌，4捻脚弓腿，5独立调掌。在这2组动作中，既有独立步、腿法的蹬脚、扑步下式这些比较难做的动作，而且还有斜前方、
向后转，由高向低，由低向高的转换，对于初学者和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讲是比较难做的一组。那么大家在练习中请注意这几个要点。第一，在一些难度动作，每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人而异，循序渐进。比如蹬脚的时候，可以从蹬低腿开始，然后慢慢的逐渐蹬高，不要为了勉强求高紧张憋气，是自然，或者是低头弯腰，使身形失去了中正。下势的动作瀑布也是如此，开始的时候可以做半瀑布，然后随着柔韧性的提高慢慢的下降，不要勉强的低头弯腰，紧张憋气，破坏了太极拳的柔和。第二，要注意动作的方向。右蹬脚是偏向右前方30度左右，手脚上下相对，双风贯耳的方向和右蹬脚的方向相同，右前方30度左右。转身左蹬脚也是斜向前方30度，与右蹬脚对称。第三，下势独立动作，为了能够圆活的衔接，请注意两个脚的捻转。比如瀑布穿掌，为了起身独立，两个脚前脚随着重心前移，脚尖要外撇，后脚要向里扣，使身体转向前方，然后提腿比较容易，独立也容易稳定。如果两脚捻转角度不够，常常后腿收腿比较困难，即便提起来也站不稳，因为前脚尖没有拧向正前方或者略偏向外，这样独立是比较稳定的。如果脚尖没有捻转，勉强的这样提腿，身体是歪扭的。为了使这个动作比较容易稳定，在做瀑布的时候，请你两个脚不要在一条直线上，也要保持一脚左右的宽度，就是说伸出这个腿的脚尖和屈蹲腿的脚跟在一条直线上，这样捻转以后形成一个弓步，有一脚宽的宽度。如果两脚在绝对一条线上，那么捻转以后两个腿好像踩在独木桥上一样，身体容易摇晃。第四，请大家注意，打太极拳还要求眼与动作相合。武术有一句话叫做手眼身法步，要互相配合。我们打太极拳常常在定式的时候，眼睛要看着前手或者是前方，运转的时候眼也要注视
运转的手做到势动神随，形神合一。初学者常常顾了手就忘了眼，比如蹬脚，为了把腿蹬高站稳，常常低头弯腰，双风贯耳，向后转，蹬左脚，脚往前蹬，头向侧看，这样眼神和手脚动作分了家，就使动作很不协调。下面再看我把这两组动作给大家做一次。高探马，右蹬脚，双风贯耳，转身左蹬脚，左下式独立，右下式独立，下面我们接着学第7、第8组7个动作，名称是18左右穿梭，19海底针，20闪通背，21转身搬拦锤，22如风似壁，23十字手，24收势。下面请看我把这两组动作连贯做一次。左右穿梭，海底针，闪通背，转身搬拦锤，如风似壁，十字手，收势。下面我再把动作分解做一遍。左右穿梭，1落脚转体，2抱掌收脚，3上步，4弓步架推掌，方向是右斜前方30度。左穿梭，1转体撇脚，2抱掌收脚，3
转体上部左前方30度。4. 弓步架推掌，架掌在额角的斜上方，推掌对准自己的中线，高不过眼。海底针：1. 根部，2. 后坐，提手到肩上耳旁。3. 虚部向下插掌，闪通背。1、2，左手前推，右手上撑在自己的头的侧上方。转身半篮捶：1，屈腿扣脚转身；2，右手握拳，重心左移；3，扳拳垫步；4，转体收脚收拳到腰间；5，上部拦掌；6，弓步打拳打到胸前正前方。如风似壁：1，插手翻掌；2，屈腿后坐，两手边引边翻转；3，弓步前按掌。十字手：1，两手向右分开，腕高与肩平；2，两手下落交叉，右脚尖内扣；3，右脚收拢半步呈开立步，两手交叉抱掌。收势：1，两手分开；2，下落；3，左脚收拢并步，还原成预备的姿势。做这组动作，请大家注意，有几个姿势常常容易发生身体歪扭的现象，比如左右穿梭。一些初学者常常是架掌的手肩部耸高，身体歪扭。造成这样的原因常常是步子的宽度不够，两个脚踩在了一条线上，为了维持平衡，身体就要紧张歪扭，甚至有的情况，脚向前落，手推向斜前方，手脚交叉，这样就更不好。应该是脚向斜前方30度上部迈出去，保持一定的宽度，推掌推在中线上，架掌架在头侧前方。把手落下来，把手落下来，仍然是保持身体自然端正的样子。在做十字手的时候，有些初学者也常常是随着两手的下落交叉合抱，低头弯腰，好像从地下
抱起来一捆东西，这也是不对的。腰保持中正的向右转，向左旋转，眼睛向前平视，收脚起立。海底针动作，海底针可以身体略向前倾，因为这个动作是向下插掌，腰要向前送一点，上体可以略略前倾30度，最多也不要超过45度。前倾的时候也要保持腰肌的舒展，不要低头弯腰。打太极拳的时候要保持动作连贯均匀，不要突然中断，这就形成了断劲儿。动作的突然的停顿转折形成一个疙瘩，有一个接头，就破坏了动作的连贯性。比如十字手应该是均匀平稳的捻转两个脚，均匀平稳的把脚收回来。有的人常常断劲儿，这样就使动作出现了很多接头和疙瘩。请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呢，注意纠正这些毛病。请大家再看我把这两组动作连贯做一次。左右穿梭，海底针，闪通背，转身搬篮锤，如风似壁，十字手，收势，到这里我们把简化太极拳的24个动作都学完了。这套太极拳动作精炼了，规范统一了，使大家易学易记，但是并不能认为规格标准可以马虎，可以放松。太极拳不管套路长短，规格要领是一致的。通过上面的讲解学习，大家可以知道，在初学记动作的时候就应该注意打好基础，掌握要领。太极拳的要领可以简单的归纳上以下5条。第一，要保持心静体松。第二，立身中正安舒。第三，步伐轻灵平稳。第四，手法连贯圆活。第五，周身要协调完整。学习的时候，大家不要贪多求快，一边记动作，一边要注意掌握这些要领。武术
术谚语上说，拳打千遍，身法自然。打太极拳总有一个从生到熟到巧的过程。很多打太极拳的朋友都有一个体会，开始的时候注意力是在手上，因为手法的变换多，动作比较难记。慢慢的就把注意力转到了腿上，腿的基本功，腿的稳定，腿的柔韧，再向下发展，注意力转到了腰上。只有通过以腰做轴做主宰，才能使全身形成一个处处协调配合完整的整体。最后人们常常说，打太极拳归根结底最后要用心练，从手练、腿练、腰练到心练，就是一个提高的过程。所谓用心练，就是要把注意力注意在意念的引导，尽力的虚实，呼吸的配合。表面看起来太极拳是比较平稳平静的运动，但是实际上它在均匀连贯平稳的柔和的过程当中，通过意念的张弛，尽力的松沉，动作的开合续发，都形成了一个充满了虚实变化的，有抑扬顿挫的这样一个很丰富的活动。